好，今天7个大法官全部被这个否决。哦，本来想是1、2个，至少1、2个会通过。民进党原来说希望保2个，那国民党是全部封杀，那民众党是保1个。哦，那民众党保的是刘静怡，哦，台大国发所的所长，保刘静怡，但是民进党呢居然不支持刘静怡，奇怪嘞。民进党应该支持赖清德提名人选，对，民进党不支持，而且不但不支持，还开了党团会说谁支持就开除党籍，这么严重，开除党籍，谁敢支持刘静怡就把他开除党籍，哦，那到底为什么民进党对刘静怡这样的这个不支持？那好吧，现在既然正副院长5个大法官都被封杀了，赖清德说会继续补提名。你提名你要提一些人大家能接受的。你现在不是一党独大，我爱干嘛就干嘛，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我一直不懂，就是说全世界政治没有这样搞的。你既然你的席次不够，你当然要跟在野党来讨论一下，是不是啊？要不然就是说，是不是大家都提一些，你提一些，我提的，大家来看谁比较好，或是我提的你这个也愿意认同，也愿意支持，或是他的确望重士林。在法学界，没有人能够否定他的成就。在法官实务界，大家也都觉得这是好法官，而且很有经验，很有资历。大家要反对不好反对嘛？结果你提的不是这样啊，那傅昆萁说，朝野合力对赖清德提不信任案，所以因为民进党把刘静怡封杀了，所以大家都是在野党。今天没有执政党。那说民众党原来说。只放行1人，那因为觉得刘静怡呢是比较尊重国会，又不屈服于掌权者，所以愿意支持刘静怡。刘静怡是谁都骂了，因为他也骂蔡英文的论文，蓝军很多事情他也骂了，那所以呢他谁都骂，他甚至讲也骂那个什么王义川是吧？他也骂，反正都骂，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大概觉得你反正也骂我们那黄珊本来这个他跟这个张文珍是大学同学了，他的理由是说，因为张文珍居然接受姚立明做他的副手，所以呢他也没有支持这个张文珍那反正找个理由嘛所以呢他是说意外民进党否决总统提名，对，这是比较意外的好吧？那全数封杀，目前大法官只有8个人，因为原来15个。7个已经到齐了，所以现在维持8个人那如果通过1个人就有9个，通过2个人就有10个那现在8个人，因为8个人所以呢，这个宪法法庭还可以开庭审议，但是呢，大法官不足，不能做违宪的宣告因为你现在8个人、9个人都不行要10个人才可以了2/3了好，我们看一下。川同意选票，刘静怡不同意。立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投票日，7位被提名人被全数封杀，因为民进党团针对现任台大国发所所长刘静怡投下不同意票，而背后原因似乎就是因为这个。通过了一个，这个人我们是经过看着他答的这个答卷，对不对？还有我们在答询的时候，他勇于直球对决，是有担当的。我们也去评估过，去检讨过他这段时间里面的敢于跟当前者去对抗。民众党团决定同意刘静怡人事案，认为他敢跟执政党冲撞，加上私下交情跟黄国昌不错，但没想到民进党却来个反杀，难道也跟当初被询这席话有关？批评执政党王义川，就是现在我们刚新上任的立委，说他所利用基地台人流分析的行为知道太多，还人身攻击说蠢到爆表的地步，这真的是你的真心话吗？是，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曾骂王义川蠢到爆，或许让民进党团不顾刘静怡是赖清的总统提名，也要投下不同意票，但也意外让蓝营喊出朝野终于同行。让7位大法官在朝野一致的同行之下，封杀了全数的法官。我们再一次的向赖总统，您今天投票的结果就是对您的不信任。蓝营高喊这就是对赖清德总统的不信任。
来，这个建远兄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大法官人士的时候，要先想一件事：大法官到底是什么？他是宪法的解释者、守护神，守护神。对对。然后他其实，在以前我们在国会不能全面改选的时候，是大法官出来一锤定音，说我们这个时候国会应该要改选。然后那个时候，站在国民党威权时期，总统都不太介入大法官的提名。完全是交由这个公正人士去处理，所以我们看到翁岳珍老师很年轻就担任大法官，好，刘铁珍老师等等的，好，所以其实你在那个时候看到的大法官真的是法界的精英。那我实在要说，蔡英文跟赖清德，你们把大法官当什么？像姚立明这样的人，你们可以提名当大法官副院长。张文珍刚刚当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的鉴定人，立场很明显偏颇，你们把他提名当院长。你叫蓝营怎么可能在野党怎么可能吞得下去？你在提名前不去跟在野党协商，提名后不断污蔑在野党是被中共收买，在野党怎么可能投票给你？所以其实民进党把大法官当成是自己意识形态的守护者，是少数立法的守护的痉挛。好，那这样其实就会注定造成今天的结果。那今天其实我觉得赖清德真正应该要做的是，就像赵先生说的，他应该回过来想说，既然是朝小野大，我本来在提名的时候，我就应该要跟在野党协商，大家去讨论如何提出人选。其实不远的韩国9名大法官，3名是总统提的，3名是国会建议的。好，那为什么现在韩国会有说大法官不足的问题？尹锡悦拒绝提名任命那3个国会建议的大法官啊。好，那现在民进党在说这个宪法诉讼法，说要求要有10个大法官才能审议，9个才能够决议是违宪。韩国的宪法明定了9个大法官要6个以上才能弹劾，6个以上才能做成宪法违宪的决定。好，所以其实别国的宪法都有相关的规定，你要硬说这是违宪，我觉得这实在是这个欺骗我们国民的智商了，这话是说不过去的。来，郑宇。其实你可以看到台湾民众党对于宪法守护者应该具备的，其实有2个点啦：直言不讳跟勇于认识。我相信刘大法官的提名人，其实他是具备的。那我这边来说明一下，我们就是立法院党团，他这边有特别讲到的作为宪法的守护者他必须要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不分党派，这个是重点同时，对于掌权者不当违法失职的行为，要勇于批判，同时间而不是屈从于当权者的意志。当然，第2个，他还是要同时支持国会改革的方向。基于这2点所以台湾民众党会同意刘静怡被提名所以说，我觉得现阶段网络上的声音当然是非常的多啦，各种不同的民意的声音都出来。那我之前还听到有网络特别说了，他们这一次会全面不同意刘静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民众党支持他，所以民进党就不支持。那现在我真的很想请教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是不是未来任何一案对于人民有福祉利益的一些法案，只要民众党支持你，民进党就不支持吗？不应该要用意识形态，而且以你的党的方向为主体。你在立法院的这样的议事殿堂里面，应该要以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为优先，不是吗？最可怕的是柯建铭说，因为他批评民进党，所以我们就不给他过。哇，这太可怕了！所以你不仅要是绿的，而且要是支持民进党的人，你才让他当大法官，这个太离谱了。我补充一下哈，因为刚刚那个郑宇解释这样，我觉得人民还是看不懂。今天的同意权的投票太奇怪了，而这个奇怪的地方，重点是在刘静怡这个人，这个人民进党都不要，而且讲的话很重啊。你们同意他开除党籍，有恨有这么深吗？这哪一个人就是说他骂过很多重要的民进党人，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民众党偏就什么谁都不要，就是要他。你不觉得再怎么解释都搞不懂？但是我要补充下面一句：刘静怡是有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然后叨一直说恨啊，我真的是不放过他了啊！现在他也没过了啊！他说他讲了3次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管仲明应该讲的是大快我心啊！我跟你讲，卡管的不止他一个啊。不，他是其他人没有要选大法官。你这个对，但是你如果说没卡你的，你都要恨了，那你这辈子恨不完，此恨绵绵无尽期。你现在泄愤了嘛？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到，你做过台湾大学校长的高度，不要演成这种小孩子样子啊。嘉宇被刘静怡教过是吧？他是台大国法所的这个所长嘛，那当时他是台大国法所的教授，我是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呢，他也是会对我们这些
学生哦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意见，所以大家过去说对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听不懂啊？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要专心上课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都在搞一些学生运动或者在政治上的事情。他就是说你要这个常常上课，我想他也是基于苦口婆心，基于这个教授这个正确的指导，所以我对他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见哦。但是因为基于法官不语嘛，大家过去可能会认为刘静怡这个大炮性格比较这个在网络上引领这个舆论的这个样子，比较不像一个大法官，所以这一次我想他所引发的这些也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在脸书上或者很多的发文是有关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大法官如果赖清德总统在2个月内补提能够顺利的至少10个人能够开会能够释宪，否则以现在宪法庭只剩8个人是没有办法释宪。那未来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重要的宪政法令违宪的争议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才会影响台湾的未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大法官全部没过，那但是呢，民进党封杀刘静怡，所以被认为说你是不是打不了赖清德？因为赖清德提名的，民进党都不支持他，而且柯总召，大家还被拍到，他就是没有投啊，没有同意啊。那而且说柯建铭说投给刘静怡就要开除党籍，这么严重哦。那刘静怡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啊？但很多了哈，他讲话讲很多了。他骂王一川蠢到爆表，那另外呢，这个还说他说这个林智坚的论文也是假的，相当不满。陈时中被他批评防疫不力，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呢也有问题，他也质疑，所以他等于把民进党里面这个重要的人士呢都质疑一遍。卡管他说。这个管中闵，他否认了哈。当时大家觉得疯老男人是讲管中，他说没有这样讲。那他说还是认为管中闵出任台大校长依然是搞笑剧啊，所以管中闵气得要死哈。刘静怡同时反对死刑国民党之所以没有支持他，就因为他反对死刑。那另外呢，这个刘静怡认为反渗透法侵犯人权，所以基本上看起来。他讲话还是比较直了反正他认为谁不对他就骂谁了，大炮型的个性了那他被封杀以后呢，在脸书，刘静怡还是刘静怡，也会继续做刘静怡。谢谢各位，大家都关心他了他的好朋友那大家不要担心了那有人建议他，学妹建议他写回忆录了，他就说要从老柯谈起嘛，写起嘛。大概这段时间大概。他对老柯有很多的写回忆录，人生就完蛋了。好吧，那徐巧芯说，民进党选择了王一川的膝盖，那选择了王羲之，因为呢，刘静怡骂王一川嘛那刚刚老沈有讲，管中闵看了表决后呢，写了3句话，叫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那事先管中闵就很反对他了就觉得当时。他管中闵要选台大校的时候，那他这个刘静怡就讲了很多不好听的话那王宏威说呢，民进党委员是为蔡英文、林智坚的论文平反，因为他也认为他们的论文是有问题的那所以呢，媒体就说柯建铭现在是带头造反，赖清德对面全部是反对党吗？民进党怎么变成反对党了那另外呢，这个刘静怡大法官人士，民进党被玩到自我否定。毁了总统的威信好吧，这个我们看一下，那到底老柯怎么样用党纪？在党人会议以前打一通电话给赖总统，我说赖总统，我们今天是国会自党人自主，他说他自己党人出身的他当过立委，当然绝对尊重。总统提名以后，既然刘静怡一路骂民进党，从过去骂小英贪污，骂蔡前总统论文是假的，骂苏贞昌院长贪污。所有案子贪污，疫苗采购等等都，鸡蛋等等都贪污，他是这样一路骂来。在审查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大骂，甚至羞辱王一川。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投票给刘静怡记住党纪，我们第一个要一致决，第二个记住党纪，投给刘静怡就是开除党籍。
不分任何人，全部开除党籍。好吧，这个宪法诉讼法哦，到底修正了什么？哦，原来呢，这个宪法法庭审理规则由司法院定之。哦，那他们现在呢特别强调人数，哦，说呢这个人数未达15人时，总统应该2个月内补足提名，不能拖，因为现在法律并没有规定。那另外呢，现在是说2/3参与评论，过半同意，那将来就不是过半同意了。第二个参与评论大法官不得低于10人，就2/3啊。然后违宪的宣告不得低于9人，哦，所以这个门槛就比现在高了哈。而且以前是司法院命令定制，国民党 NCC 这个组织法以后已经吓死了，哦，什么时候这个施行日期啊，就被行政院吃了一个豆腐。所以呢，现在讲说公告日期就要实施了，总统什么时候公告，什么时候实施。总统也不得不公告，哦，意思是这样子的哈。来，维汉。所以根据现在目前新的宪法诉讼法的规定，刚刚主持人已经跟大家讲很清楚了，必须要有10席的大法官，他才可以开宪法法庭。那我们现在只有8席，所以今天的大法官没有2席就不能开会，就这么简单，不能评议，对不对？民进党原来希望至少通过2席。好，那所以观众朋友哈，因为刚刚像一路这样今天乱成一团，我们下午现在在录，有跟观众朋友报告到底怎么回事哈。其实是3套剧本啊。那我们先讲表面的理由跟政治计算。表面理由就是刚刚这个柯建铭总召已经开记者会，这是早上的事情。我们为什么投他反对票？哈，他批菜骂苏入一川呐，对不对？蔡英文的论文他也不信，那苏文昌院长他也羞辱，然后王一川他也说他蠢爆，所以呢，这个人我们不能支持。林智坚，柯建铭的重要支持人物。好，那重点来了哈，重点来了，就是这个事情在赖清德总统提出7个大法官的时候，怎么都没讲。对不对？你应该一开始就这7个，就这个我们不行，另外6个可以。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政治计算。刚刚讲是表面理由，因为他不是我们同路人嘛。OK， 可为什么在最后一天的早上，那确实哈，那个电话我去确认过，是在开党团会议之前就告诉赖清德总统，这个人我们要封杀。所以如果是投完了以后开票以后，赖清德在总统府喝咖啡，吓到啊，我怎么被刺了？哦，那这样事情大条。就表示民进党可能要有内部风暴，但如果赖清德总统确实府方也跟大家他们先前都知道的话 ，OK， 那就要回过头来，为何在今天投票前做这个决定？很简单，就是蓝白的表态。哦，不要说什么讨厌民众党或者怎么样，因为国民党也在这样子反反复复之间。刚刚主持人有给大家看嘛？哈，刚刚给大家看，这个叫做王必芳啊，因为王必芳反对废死，国民党内我的了解是有人觉得说，既然我们反废死，而这个大法官唯一一个反废死，理念相同，我们是不是也把他留下来，杀6个留1个？所以如果国民党想说他们支持王必芳，那国民党的票加民进党的票，王必芳能上，好，观众朋友记住了，就1个。那如果民众党支持刘静怡，那现在刘静怡民众党支持啊，那你那些理由呢？吞蕊啦，赶蕊，我们为了让有2席大法官会议能够，但是因为国民党全封了。这边的王必芳已经无望，刘静怡这边又说他要，可是加上刘静怡也是9席，还是不能开会，那干脆就全杀。政治计算就是，既然是这样，也不要让民进党变成是以后他都可以。但是蓝，我就讲过白跟绿合作才是唯一解放，因为白蓝现在目前在野党，国民党要寻求执政的，他怎么跟你合作呢？但是民进党要更多的善意去，就是不然你可不可以除了那个刘静怡之外，不然王必芳你们也支持，你就可以这8票过来，他2个都能过啊。但是因为柯建铭总召跟黄国昌总召2个水火不容，所以既然我过了刘静怡也毫无意义，王必芳那边国民党又已经宣布完全封杀，所以在今天早上还没有投票之前，你看那个还没有投票之前民众党就已经开记者会，我们只过1个，对，那国民党全封，民众党只有1个，那我最多也只能够配合你过1个，那还是不能开会，因为必须10席，现在只有8席，所以民进党团就做成了通通封杀的决定，那也告诉赖清德总统。所以这没有什么背刺的问题。这次赖清德总统的大法官提名让蓝绿白都团结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你的大法官的提名很烂嘛，那蓝绿白就等于我们所有的中华民国、所有台湾就觉得对你的这个大法官的人选打一个很大的叉叉嘛。那你知道吗？刚才就提到说宪诉法也过，然后这个地方财划法，然后他每一个都喊啊亡国了。台湾要亡国了，过了台湾亡国，结果你隔天跑去英西娃娃前面穿那个绿色，你才是要被歼灭的那一个，因为那个穿绿色是要被歼灭的。那回过头来看啊，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大法官的人选，你说真的，姚立明最大的法学素养，
我们很多大专院校，很多富有社会名望的耶。我觉得今天你如果有一点点政治立场，但没有问题。美国的大法官也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各有立场嘛，可是他匍匐众望嘛，他社会可以支持嘛。可姚立明，你最大的经历就是赖清德竞选总部的主委啊。然后那个廖福特，廖福特是被抓到那个土地是去做那个洗车场，没有登记耶。大法官可以玩法成这样子吗？然后你这个刘静怡，你去看一下这个过去。东骂西骂有什么样的建树吗？所以现在这个大法官说没办法被接受嘛？那你要讲说蓝白你什么都反对？不是哦，考试院的人选我们只刷到一个哦，其他我们是给过的哦。你的人选 OK， 我们就给过。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救济的方式是2个月内赖清德要提新的大法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提那么烂的？就那如果你又提那么烂的2个月，我们还是刷掉嘛，就看你什么时候把这个人选提到满嘛。那再来我们要讲，就是柯建铭，我觉得他讲出了大白话，他说这个你们要投那个刘静怡的，我就开除你党籍。你是公开打脸赖清德你今天不要管国民党，不要管白色力量，是你民进党柯建铭直接往这个赖清德脸上这样子甩下去那可是柯建铭我觉得很好笑，柯建铭另外一个又说。为什么要刷掉刘静怡？因为你过去都在骂王义川呐，你过去都在骂蔡英文呐。说真的，所以依照你民进党党团的意思是，过去要挺民进党才能当大法官吗？我们的大法官是要挺民进党，是要捧王义川，是要捧政治鸡同的人才能当大法官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盘看起来民进党真的输得蛮惨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回头去看那个宪法诉讼法为什么要修啦。照我们目前的宪法诉讼法是说，只要2/3现有大法官出席，1/2以上同意就可以解释宪法。我们大法官本来应该有15个人，现在只有8个，2/3出席就是6个，1/2以上同意就是4个，所以只要4个大法官就可以做成法律违宪的解释。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其实正当性严重不足嘛。好，所以今天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用了民众党的版本，要求说你今天要做宪法解释要有一个最低的门槛你至少要有10个大法官出席吧？你至少是不是应该要有10个大法官里面的这个1/2的以上的同意呢才可以嘛？好，至少要9个同意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立法。以前最早的时候，大法官审理案件法规定要3/4以上出席，3/4以上同意才可以做成宪法解释，这本来就是立法形成的自由了。我现在听到一个说法，我们法界已经有人在说，哎呀，赶快去申请释宪，把这个也冻掉。好，就说这样的宪法修正是违宪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运作。我觉得其实民进党其实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但是大法官如果这样做的话，我想他的公信力会更加的无限下降嘛。平常讲，我不是很喜欢林涛刚刚的讲法，那是一个充满党性非常强烈的宣示。没有蓝绿白都是支持这个共识。我觉得为了你的党这样讲，我觉得听众听不进去。不会啊，蓝绿白都支持。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民众党也费尽脑筋他只能放他不能放2个，放2个会就开成了，他被人家骂死了，可是他只能放1个，但放1个没想到。他就是大家都不要的，那这个里头的原因当然很多，这个我们不需要讨论。我觉得赖清德，你就这个望重士林、学士这个实务都很好的，你就起码挑2个，让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没有话说的，而且这2个还要当司法院长，对不对？起码要当一个要当司法院副院长不重要了，起码要有一个可以当司法院长的。所以你赖清德不要高高在上。你是少数总统嘛？你应该要再提之前，要跟民众党、跟国民党好好沟通，这2个没有问题吧？你们都同意吧？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3个案子里头，大法官这个问题最没有问题。休息一下回来。好，那么青鸟说呢，不满争议3法通过，所以呢，第一站点名桃园6个人，几乎所有的立委了，是吧？对对，牛许婷、涂全吉、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邱若华要就责那他们这个发表这个演讲会了，吸引500个青鸟到场去支持他们500个。那
有这个现在有蓝委是说，他们补助学生给青鸟走路工，哦，有教会哦干这个事情哈、哦。那他叫做台南大专服务中心，他说我是利用捐款来支应的，并不是民进党给我的钱，是有人捐钱啊，哦，我就给他们啊，哦，台南到台北啊，愿意去参加的我就补助旅费2700块啊，补助还不少哈、哦，所以呢，教会介入政治其实蛮深的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议员就说，当家闹事，选书不港湾。这是国民党台南市议会的蔡玉辉，也是很资深的委员了哈。他踢爆哦，说补助青鸟2700元啊，去冲立法院啊。那刘彩薇是说呢，青鸟还渗透民传校园，因为呢，民传大学法律系校园公布栏出现了台湾经济民主联合会主办的民主防卫青年营，招募海报，要把政治黑手深入校园。哦，所以不是只对小朋友了哈。那尤一农是说，青鸟其实师出无名了，哦，你当局应该适可而止了。而且呢，你动员这么多人施压是威权政治才这样做了，哦，民主政治其实不应该这样做的。我们看一下，青鸟不是党，青鸟不是党，但是打倒中国国民党。冬季青鸟从台北飞到桃园，要就责蓝营6位区域立委，分别是牛许庭、涂全吉、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邱若华，他们在立法院里面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可谓是罄竹难书。20号立法院通过3大法案，谁提案谁连署，青鸟一一细数，不只要就责，还要推落选运动。未来将以让2028年这些滥权立委落选，以及2026年提前让这些滥权立委的议员庄脚落选，就责桃园立委，就责桃园立委，捍卫台湾民主，捍卫台湾民主。天气又冷又湿，现场宣称聚集约800人。青鸟就责会首站飞桃园，接着还要飞到其他县市。下礼拜4，新北市1月8号会到台中市1月15号会到竹苗，在立法院休会前，还会到花莲，针对傅昆萁以及原住民立委办就责会。青鸟要让全台宣讲遍地开花，拉高同温层，对蓝营立委仇恨值似乎也别有用意。林涛，桃园6个人，怎么回事？就是来帮我们国民党立委宣传嘛，就是很加分呐。因为大家看到青鸟在凑，都觉得说，哎，好像国民党做对了什么事情，让他来凑。那你可以看到昨天其实又湿又冷，然后现场他们搭一个帐篷。那现场哦，我看到后来那个新党的游志斌去跟他对喊。哦，我觉得大快人心啊！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在那个党中央前面吗？就是说赖中强你是这个法务部长的候选人嘛，大家觉得哦好开心哦，就说大家可以用一个全力这样出一口气。昨天在桃园也是游志斌帮大家出一口气。那所以我们看到说，现在感觉青鸟被赖中强、被八炯、被闽郎郎这些人占领了这个青鸟的这2个字，大家觉得说哦，青鸟你又来了，你感觉好像就是来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乱闹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还传出说这个有补助2700块，哇塞，民主的这种巴士都出现了2700多，很多哎。那会不会像这个当时候基隆罢免谢国良一样，会有法律上的疑虑？你在募款，你在这个资助这个钱，如果它是一个类这个选举的行为，它也会违反相关的法律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哦，从青鸟一路到王义川对童，就儿童来宣讲。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绿卫兵的起手式，所以大家在讲说今天是平安夜嘛，24号晚上大家过平安夜，人家那小朋友是在期待圣诞老公出来，在那个苗栗的民宿，结果你就出来讲说去做一个洗脑，说哦这个蓝白，然后自己这个肉麻单有去来贴上自己的 stress，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现在从青鸟一路到王义川，在这个对童宣讲，你感觉好像走向一个崩坏。那我必须要做一个结尾。如果现在每1年台湾都要选举，2025年明明是一个非选举年，你都还要到处这样闹的话，我觉得当家闹事哎。刁宇，
王一川已经澄清了，第一个他不是在幼稚园，他是朋友然后相聚，那他在一个民宿了，民宿里面刚刚这个林涛也讲了，所以他那个影片其实是要呈现一个他可能觉得有趣好玩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连小朋友都应该要知道国家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类似是这样。那青鸟的事情，当然大家也会认为说，这后面长老教会等等，他们可能一向以来是比较台独色彩比较重，所以这些自发性的行为，说实话也不是民进党在后面去能够去操控或是去要求什么，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些也是支持者自发性的去支持这个青鸟的行动，所以整个过程，你说年轻人从国会扩权一路关心，然后到现在的这些蓝白修法的这个财划法、选办法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年轻人未来，当然他们会想要站出来，这个无可厚非。所以我觉得绝对不要用什么善笑，像国民党之前就是讽刺他们说啊，这是找工作大队。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对民主才是最大的伤害。而且为什么这个有些基督教会介入活动，民进党这么深？我跟你讲哈，其实这个青鸟刚刚林涛这样一番解释，我们的观众还是不了解，因为大家对什么叫青鸟？为什么忽然间有这个东西？那大家都说民团，这个民团要加 S 的，因为里头不止一个民团，但是它的主力呢是来自台湾长老基督教会，而且所有全国的台湾长老基督教会，这个独派的力量最大的就是台南市，就毫无疑问的就是台南市。不是所有长老教会都这样。对，而且台北市的长老会还分成两派，是，一次是挺独的，一次是反独的。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内湖一个长老教会还支持我。我知道，所以是分成两派的。那现在因为民进党在国会显然没有办法这个变成多数去对敌这个蓝白，所以青鸟变成相对是民进党比较极端的人的一个希望之所在。未来青鸟有几个任务啦，第一就是群众运动的主力。第二个呢，就是诋毁国民党，让大家觉得国民党是坏蛋，是把台湾搞乱的一个重要的分子。第三呢，就是如果大规模的罢免真的进行的话，青鸟是他们这个活动的主轴跟主力。但是我的看法这个青鸟跟以前的那个什么太阳花太阳花啦什么花，我跟你讲都差很多，因为现在以前的立法院里头作证的、当主席的是王金平啊，现在是韩国瑜啊，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现在它的合理性也不如当初的那个太阳花，所以他们现在是有一点有气无力，不过做的呢还是很起劲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客观的去评估主客的情势。他现在反对这些法案，他并没有讲出这些法案有什么不对，他只是说抗中保台啊，这些人跟中共联合，他们只会讲这些东西嘛。他真的有那天不是那个谁埋这个然后穿个简便的衣服埋在人群埋在他们的青鸟里面听扯的东西，没有一个是针对那个法案去讲。所以윤也讲嘛，说你这个师出无名啊，你本来就师出无名嘛。选罢法修正，你有什么好反对的？身份证不是你们原来要求的吗？那现在既然公投法、总统、副总统选举办法都要，那为什么这个就不能要呢？到底有什么道理不能要呢？那是不是把总统、副总统改掉算了？也不要啊！你剥夺了人民的罢免权，他就是这样讲。那总统、副总统不是一样吗？那么总统、副总统为什么可以呢？所以你没有道理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那个说服力是不够，怎么乱闹一通而已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陈佑成也被传讯了哈，那被这个检举说他戴的是智慧眼镜出庭，那现在北检还分他治案呢，把他列为被告去调查，就看眼镜到底怎样。说这个眼镜这个可以录音了可以录影录音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那检察官是说呢，如果犯刑法妨碍秘密罪。无故以录音、录影，然后呢，录影别人的公开言论、谈话罪嫌，检察官调查有没有涉及不法，就是你出庭照理讲不能够去录了那你出庭的时候你还录那可能就违法了那陈佑成回应了，他说我审讯的过程没用，他说应讯过程没有佩戴这个眼镜，只有在应讯结束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才佩戴，并没有在审讯过程中有使用过。不一调现场的这个录影机应该就看得到了嘛哈。他说检方现场都有录音录影嘛，所以呢你查一查就知道了哈。那说呢这个眼镜很夯，销售破100万哦，为什么会受欢迎呢？因为这个叫 Meta 智慧眼镜啊，因为而且要15000块这么贵哦，这个雷朋的哈 Ray-Ban 的这个 Meta 智慧眼镜啊，说呢这个最高60秒1080p 每分钟了哈，那可以有60英尺应该是哈60 feet 哈，那这种规格哈，那包括全新的这个设计扬声器哦，还有 Meta AI 的功能等等哈，还可以有文字翻译啦，哦，还有通话语音指令啦。我看起来这眼镜蛮先进的，没看过哈，我看了也搞不懂这是什么都先进的眼镜哈。那另外呢，另外一件事说，检察官在追查柯文哲、沈庆京他们在新加坡密会，我说沈庆京2022年12月15号跟柯文哲同一天入境新加坡。所以怀疑是他们在新加坡是不是搞什么鬼，甚至交这个付这个行贿的费用哈。那同年11月啊，就是说在办公室也被爆了，那周刊是说拿了1500万了啊，然后呢后谢在海外开户交款，所以说现在变成这个追查的重点了。那陈次长说拿到海关费了，怎么可能这大批人马、大笔现金？带出境又带入境哦，说沈庆京带钱去送给这个柯文哲，然后又带进来。那他们的检举是说在海外开账户，并不是现金进出了，就沈庆京可能在海外有钱，钱直接汇到柯文哲的账户啊。那现在呢，柯文哲到底辞不辞党主席？那个声明呢，说党准不准，也陷入两难。哦，如果柯文哲一定要辞，你这不准吗？那你准了以后，民进党谁来做呢？哦，小草会不会走了呢？哦，那另外呢，蔡壁如说，你们不要唧唧歪歪，总要有人承担嘛。哦，你们没有人承担，又在那边唧唧歪歪，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谢谢大家关心。大家小心。上周五以证人身份接受检方约谈，因为涉及发送竞选小物折扣码抽佣争议，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优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现在被爆料是要价1.5万元的智慧眼镜。仔细一看，眼睛两端能发现2个圆点，似乎就是镜头。像这样的 Meta 智慧眼镜具备拍摄、录影功能，拥有5颗麦克风、多声道收音，甚至还有通话功能。带经北检应讯，恐怕有违法疑虑。对此，陈优成回应，应讯过程中都没有佩戴眼镜，也没有使用，相信检方现场都有录音录影可以证明。而且智慧眼镜设计在启动拍照或录影功能时，镜框上的指示灯会亮起，拍照时还伴随快门声，以确保隐私。但北检也证实要调查，以分他自案件了解是否有涉及不法。民众党上上下下完全目无法纪，挑战法律，这就是从柯文哲上梁不正下梁歪。又变成绿营攻击标的，何况民众党正逢前所未有危机。台中市府顾问蔡壁如表态参选党中央委员，而且不排除参选党主席，却被质疑想借机篡位。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那边唧唧歪歪的，我觉得那个都是不必要的。那个大家传说，林富兰最有可能来接党主席，如果他愿意出来勇于承担，我跟你讲，我会举双手双脚赞成。曾宇啊，你们民进党到底怎么回？这现在怎样？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啦，现在确实是民众党的非常时期啦。那当然也多事之秋，当然任何的小事情可能都会被特别的放大啦。那我相信佑成他配合检调的做证人的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该说明都说明。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检调在第一时间特别就说分他自然来调查。其实我相信到底实质上到底有没有违反了不能录音录影或是泄密，其实检调应该在当下是第一时间会是知道的。那如果说到最后，比如说侦办结果确实当庭他是没有佩戴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设备的话，那其实检调到底现阶段发出这样子他自然调查的意义跟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蛮起人疑窦的啦。那另外说一下就是蔡壁如顾问他现在好像已经口头请辞了嘛那我个人是认为台湾民众党在这个非常时期有这么多人勇于来承担，我觉得不是件坏事。
那但是我还是要说，对于民众党，我们主席常讲一句话，要相信众人的智慧啦。那每个人想要承担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办法能够获得多数的党员认同，我觉得这个反而才是最关键的地方。那叶律师。我想法院组织法里面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啦，就是只有法院本身可以录音录影，然后你如果要去申请取得录音录影的记录，还要经过法院或者是检察官的准许。好，那任何人私下录音录影呢，是可以被法院呢要求删除的。好，那今天我们在检方侦讯的时候，你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呢，陈议员他是证人，他对于检察官侦讯的内容，他也负有保密义务。他戴着一个这个 Meta 的眼镜，本身可以录音录影，他戴在脸上可以录，他放在包包里或者放在桌上，其实可能还是可以录音录影啊。所以其实就像他自己讲的啦，今天回去查，他如果侦讯的时候是戴着那个眼镜，而且如果在function的话，那他显然是违规啦。那这边除了可能涉及到妨害秘密罪以外，他如果有把它外泄或干嘛，其实还可能会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的问题。好，那这对于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妨害啦。那陈议员照理来讲，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对自己要有比较高的要求啦。哈，我想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可取的。嘉宇。因为陈佑成平常是不戴眼镜哦，所以他特别戴这个眼镜，就会引起大家的质疑跟揣测。那我不知道民众党内部其实，在法律常识上是不是都有从上到下有很大的问题，还是说这些人都是知法犯法？我真的是觉得傻眼啦，尤其是说像柯文哲任内这么多的事情，当时黄珊珊她身为副市长，同时又是律师的身份。包括这个竞选总部的政治先进有这么多的问题，黄珊又是总干事，也是律师的身份，可是对这些事情好像都视而不见。那到现在整个民众党所发生的柯文哲，甚至还在新加坡被传出说跟沈庆京同一天可能有交付账款等等问题，都发生在市政府里面。那我觉得民众党其实到现在为止，如果还要拥抱柯文哲的神主牌，可是没有办法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厘清，或者是对外能够去说明的话，那整个民众党会随着柯文哲一起在被起诉之后灭亡。佑成平常我记得应该没戴眼镜，像真宇是有戴眼镜，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平常有戴眼镜的人，他换了一个眼镜，也不太容易被发现。第二个，它是有录影功能的眼镜，你平常不戴，你那个时候戴了，就算你没用，就是你可能是不是有人建议你要把那个过程留下一个证据，那就会刚刚岳律师所讲到，这有可能会触法。不过他本人的论述已经很清楚，就是虽然他有录影功能，可是从头到尾没有做动，那就不会触法嘛，后续去侦办。再来就是柯文哲主席的那个就是请辞信，在秘书长周瑜说都还没有拿到状况之下，那个信的内容已经先出来了。这个东西是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是他个人意愿的话，第二个信还没收到，但终究要收到嘛，收到之后怎么处理？他主观意愿说他要辞掉，那因为明年的很快嘛，1月应该是19号的时候，民众党就要选中央委员了。那所以到底谁要来当那个党主席？我觉得佑成这个案子啊，其实不重要，我们不懂的是说动机是什么。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柯沈在新加坡密会，如果是真的，几天以后起诉书就一定有在里头，那个不用我们操心。最后一点就是说最关键的，现在还有人怀疑那个柯文哲的词啊是假的，是引蛇出洞，让你百花齐放。我认为这不会，我觉得就应该假定柯文哲真心真意为了党他要辞，真的要辞的话，你们怎么接嘛？到底要接？还有很多人说不能接，他即使讲100遍的辞，千万不能辞。如这种。我希望他是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下来。所以佑成，因为他戴那个Meta 眼镜是还不错看的，可是不适